Coco Chanel, Coco Chanel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马。那今天呢，小马要去看展喽。那今天的这个展呢，是32年来首次在日本东京举行的，以创始人可可香奈儿的作品为主题的回顾展。据说这次展览呢，不仅局限于服装的历史，还有珠宝啊、香水之类的，还会提到香奈儿对社会的影响。小马还是很期待的。然后今天我们要去的这个是301号馆。这个301号馆呢也是大有来头的，里面呢不仅是可以看展，然后还有咖啡厅、酒吧、博物馆的商店，我们一起去逛逛吧。小马身后的这个301号美术馆呢，是在2010年建立的，到现在呢已经有12年了。原来的301号馆呢，是由英国的建筑师在1894年建立的，是在东京马路诺五期的这种西式的办公楼。但是它的建筑呢，是在1968年，因为当时比较老化，然后就被拆解了。后来呢，是按照就是原有的风格，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眼前的这个301号美术馆，就是小马后边的这个楼。是一个试用装的小小的香水。刚刚小马在里面看了这个展，就是里边主要的还是服装居多嘛，就是各个年代的香奈儿的衣服都有。小马最大的感受就是，虽然是每一个年代不同，甚至有1920几年的服装，但是依然至今看下来，我仍然觉得非常的高贵，非常的美，是把女性的那种每一个年代的美都体现得淋漓尽致，而且是非常非常的高雅。我觉得就像女性一样吧，我觉得不管是20岁、30岁、40岁，每一个年代的大家由内而外散发的魅力和美，都能在香奈儿的服装上就是能体现出来，能看得到。还有里边我记得是有一个 Coco 香奈儿的老了时候的一幅画，她老得非常非常的优雅。当时看到了之后，我的第一感受就是，我老了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。香奈儿一生横跨了1战和2战。那出生贫寒，童年在修道院中度过。在修道院学习了缝纫课程之后呢，后来在针织厂当了女工。是1910年的时候，在巴黎开了自己的帽子店。她身上有一种反叛和自由的精神，她改变了当时人们对于服装的认知，把女性从紧身、胸衣、硬领子和束腰中解脱了出来，设计出行动更加便利的服装，塑造了上流社会的新时尚。那香奈儿对珠宝的理解呢？珠宝是女性独立的象征，而不是男性赋予女性的奖励，或者是男性用来炫耀自己魅力的手段。可可香奈儿在采访的时候也说过，我们不能倒退，要活在当下。每个人呢对时尚的理解都不一样，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呢？这家咖啡厅呢是1894年建立的，所以它的名字呢叫做咖啡1894。它是日本非常有名的一家网红咖啡厅。日本的半泽直树这个日剧呢就在这家咖啡厅里是拍摄过的，当时的男主角就来过这家咖啡厅。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整体的风格呢，还保持了这个明治时代的装修风格，非常的复古。
了西餐，就是这个一套，就像吃了零食一样的感觉，没有吃饭的感觉。估计下午还要来一顿补充能量。那是爱吃肉吗？有肉是 OK 的，不过韩爸爸这种肉是一般的，比较爱吃像烤肉啊或者烤串那种。日式烤串或者是羊肉串都 OK。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，50分到60分之间。记得小马刚来日本的时候，就是那种 family restaurant， 有一个好像是299日币的一个鸡翅儿，我记得那就是简直是我的梦中情翅儿。就吃了之后，哇，觉得特别特别的香，特别特别的好吃。然后那天呢，就是自己又去点了一份，发现味道变了。